我热出幻觉了，我房间浴室怎么有个漂亮女人在洗澡？对不起，疼死我了！这女人下手也太狠了。你是谁？为什么偷看我洗澡？我还想问你是谁呢？这不我家吗？你怎么会在我家洗澡？误会都是误会，这是新来的租客，叫姬兰烟，租在你旁边的那间储藏室。人家姑娘房间没有独立卫浴，我就让在你这里洗了。芳姐，你为啥不提前跟我说一声？你看这事儿闹得多尴尬！呸！臭小子，你还怪上我了？你房租都还没给呢。家里欠了巨款，我工作又不顺，哪有钱交房租啊？芳姐，我的情况你也知道，你再宽限我几天。行了，懒得跟你扯，我走了。你俩好好相处，回头记得交房租。原来是误会，对不起，我当时太害怕了，脑子一热就动手了，不小心砸伤了你。我帮你上药吧。幻觉吗？我怎么能看到他的骨头和血管？不对，我这是透视了。擦好了，没事的话，我先回房间了。我昨夜好像真的有了透视能力，难道是因为那个砸伤我的香炉？那个香炉去哪儿了？应该就掉在这附近了。一圈看下来，什么都没有啊。我记得这是之前淘回来的破烂，难道是宝贝？居然价值150万！我的左眼居然还可以鉴宝！把这印章卖了，就可以还清家里的欠款，还能买套自己的房子，不用再租房了。这位小兄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是来买货的，还是想出手什么东西？老板，您给长长眼，看看这东西值多少。老秦，看你这样子是好东西，能不能也给我看看？竟然是朱达的印章，错不了。小伙子，这个能不能卖给我？我给你160万。在地摊捡破烂回来的印章竟然值160万，赚大发！老黄，你这也太不地道了！我只是让你看看，你这……老秦，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喜欢这些东西。咱俩多少年交情了，大不了明天我请你喝茶。小兄弟，怎么样？160万可否割爱？行，160万成交。小兄弟，咱俩也是有缘，不如我们留个联系方式如何？以后你还有好东西出手，随时给我打电话，只要是真玩意儿，价格好说。好，我这就加您。这一天就赚了160万，之后再去地摊上或者古玩店随便捡点漏，之后岂不是能成为亿万富翁？可惜找遍整个屋子都没找到那个香笼，肚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我靠，这怎么进去的？啊，这是什么情况？算了，反正放在体内好像也没什么危害，至少是个移动仓库，挺方便的。我记得在古玩店打工的时候，低价捡漏了2个破损古董，干脆也放里面好吧。我靠，这顶居然还有修复功能，那我岂不是可以低价收购破损古董，再修复好高价卖出去？赚大了！这2个东西买回来不到500块，现在居然可以卖20几万，这就再拿去卖掉。小心！
抱歉撞到你了，你没事吧？我没事。我送你回房间吧。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好。这怎么能行？我把你撞到了，是我的责任。周先生，谢谢你。你叫我周阳吧，周先生这称呼我听着不习惯。我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吧？我来自京城。来自京城，京城人怎么会来这儿做藏尸？这么可怜，他看起来也不是穷人家的孩子。我家里在京城做珠宝首饰的，我因为不满意家里给我介绍的结婚对象，所以才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没想到家里逼我回去，把我的银行卡都冻结了。但我不会屈服的。但你现在没有钱，怎么生活呢？我打算随便找份工作，能有份工资先活下去就行。行，我帮你留意一下。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加我个微信，有事可以联系我。好。耽误了点时间，不过倒也提醒我了。喂，哪位？黄老，是我，周阳。我这有2样东西，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我靠着透视眼，1天之内在古玩市场卖那么多好东西，肯定会引人注意，还是要低调点，不去市场。原来是你啊，好东西。那你明天来我家吧，地址我发你。小兄弟，你来了，快请坐。黄老先生，这2件物品，不知道您能不能入您的眼？这是清朝乾隆年间的鼻烟壶，保存的非常好。这箱子是小叶紫檀的，成色也很不错，和这鼻烟壶一个年代。小兄弟，这2样东西我要了，你打算多少出手？黄老先生，2样东西一共25万，您看行不行？行，那就按照你说的来吧。周阳啊，你老实告诉我，这些东西是你家祖传的，还是你捡来的？那我还是不说了，因为我不方便说。这小子说话这么直白，倒是个人物。不好意思哈，你说话真逗。那我这边就先回去了。好，思雨，送送人家。我叫黄思雨，欢迎你下次再来做客。谢谢，下次见。时间还早，再去古玩市场碰碰运气吧。顺便把学徒工作辞了，月薪2000，谁爱干谁干。好你个周阳，你还知道回来？这么多天不来上班，你是不是不想干了？李叔，我这次来就是辞职的，你把我之前的工资结一下吧。周阳啊，现在外面的工作可不好找，而且我这里又没什么脏活累活，已经很不容易了。拿着2000的工资干着牛马一样的活，平常使劲的压榨我，什么体力劳动都丢给我了，怎么好意思说这种话呢？李叔，我已经想好了，麻烦你尽快把工资结一下。那我只能给你结1000的工资。我明明上了又半个月，你怎么给我算成1000块？你有一天迟到了，而且你这临时辞职又不跟我提前沟通，扣500不是很合理？算了，跟这种人没什么好讲。行，你扣吧，剩下的1000现在转我。老板，你看这个收不收？家人们，又有漏检了。150万的茶盏，说什么也不能留给这黑心老板。你这个茶盏我看不出年代，还有破损，几乎没有价值，你还是拿回去吧。老板，您就随便给个价吧。我儿子要买房子，缺点钱，能凑一点就好。我儿爷爷那会儿就有这玩意儿了。像这种3无产品，放在哪家古玩店都不会收。大叔，
你打算多少出？小兄弟，你看5000怎么样？这是捡大漏了。行，我要了。周阳，我都说了这个不值钱了，难不成你还想捡漏？你也跟我学了这么久了，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收到了，谢谢您。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老李，最近有没有什么好货？哎呦，田老板，你来的正巧，我刚淘到一个笔筒。等一下，小伙子，你手中的茶禅能不能给我看看？田老板，这家伙已经被我开除了，就是个不学无术的废物，你别和他一般见识。可以。田老板，您别被他忽悠了，那就是个不值钱的破茶盏，您还是来看看我的古董吧，最近淘到的好货。今儿要不是您来，我都不往外拿。小伙子，你这茶盏是哪儿来的？嗨，就刚刚一个人拿来让我回收的，我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这个傻子还花了5000买下来，真是想捡漏想疯了，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看有没有那个命。小伙子，这个茶禅卖不卖？我出160万。比透视眼给出的价格还高了10万。原本是打算卖给黄老的，但上午刚卖给他2件，又有好东西的话，他恐怕会起疑心。眼前这人是个懂行的，干脆就出给他吧。田老板，你说什么？你要花160万买这个破玩意儿？李叔，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不识货吗？你什么意思？你一个在我这儿打杂的毛头小子，跟我讲识不识货？这玩意儿连个年份都没有，就是个不值钱的东西。我开店这么多年，还能看走眼不成？李老板，你是在质疑我的眼光吗？这可是明代官窑的掐丝珐琅茶盏。这大叔眼力不错。怎么样，小伙子，160万卖不卖？我现在就能转账。卖。李老板，你说的那个笔筒也拿给我看看吧。好嘞，我这就给您看。田老板，您还是别浪费时间看一个赝品。你凭什么说这是赝品？别以为运气好捡漏了个茶壶就能随便指点了。那你问问田老板喽。小伙子，我心里大概有数了，不过我想听听你是怎么判断的。这笔图的风格，乍一看像是明代竹刻家朱三松的手法，但形有其表，神不在。尤其是松树下的仕女人物，面部模糊，肢体呆板，形到位了，可神韵不足，完全没有朱三松的灵气，所以这应该是民国仿品。不过仿制的人有些功底，还能值个5000块。什么？只值5000块？你懂什么？我告诉你，你可别乱说。李老板，他说的没问题，这个就是仿品，价值说的也没错。这可是我花20万收的呀！活该遭报应。这位小兄弟怎么称呼？我叫周阳。我叫田鹏，做点小生意，开了个公司。平常喜欢捣鼓一些古玩，我认识不少古玩大师，但像你这么年轻又有本事的，我还是头一次见。你以后要是有什么好东西来找我，随时来找我，我都高价收。我田鹏别的不敢说，但价格上绝对不会让你吃亏。您过奖了，我也只是运气好罢了，碰巧遇上几件真东西。古玩这行你也懂，哪能一直淘到宝贝啊？这个我也清楚，古玩当然不好捡漏，我也打眼过不知道多少次了。不过你有这眼力，有没有考虑过赌石？赌石？我怎么没想到，我的透视眼既然能鉴宝，那也一定能看穿翡翠啊！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买卖。田叔，说来惭愧，我接触古玩也没多久，赌石这一行更是从来没有碰过，只在电视上了解过。如果您方便的话，能不能请您给我提点一二？提点还谈不上，我也是之前听做玉石生意的老友提起过，自己跟着去看过几回，也就是一知半解的，比你这种门外汉强不了多少。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去玉石店尝试一下。多谢田叔指点，我有空就去试试。不用客气，我很看好你。我公司还有事儿，那我就先告辞了。可别忘了，有好东西随时联系我。翡翠最大的产地在瑞丽啊，看来有机会要去瑞丽看看。明天先去附近的原石街逛逛吧。周阳，你回来啦！
我今天正好做多了饭，一个人实在吃不完，你快洗手跟着一起吃点吧。这怎么好意思？我也没做什么就白蹭你的饭。想不到这位大小姐还会做饭，而且看着卖相还不错，想来是专门练过的。没关系的，我一个人吃不完，在这个天气倒掉就是浪费啦，就当帮我分担一下啦，好不好？蓝颜，你手艺真好，不比外面的餐馆差。家常菜而已，哪能和餐馆比？就是随便糊弄一下罢了。以前在家都是保姆做饭，现在一个人出来，不得不学着糊口。上次说帮他找工作的，一直没下文。现在田鹏给我指了条都市的路，我一个人去那种地方，估计会有些高调。要是有个人在旁边打打掩护、跑跑腿，说不定能省不少麻烦。他看起来挺靠谱的，不如请他当助理。蓝颜，你的工作我帮你找好了。真的吗？这么快？我还以为要等好久呢。什么工作啊？我想请你做我的助理，平时帮我开开车、跑跑腿什么的，一个月给你4000工资，怎么样？你让我当你的助理，可是芳姐不是说你还欠着几个月的房租钱没给，哪还有钱雇助理啊？那都是过去式了，陈年旧账不值一提。我曾经确实一穷二白，交不起房租，这我不否认。但我最近靠捡漏古玩赚了些钱，芳姐那边的房租也还清了，现在雇你一个助理的钱绰绰有余。你还懂古玩？行，我答应你。他看起来像是个好人，应该不会骗我。再说，我现在也别无选择，月薪4000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已经很足够了。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开始上班。周阳，你不是说捡漏古玩吗？怎么来这里了？我看这里是卖翡翠毛料的原石街啊。前2天捡漏太多，不想太高调了，万一被有心人盯上，传出去估计会有风险。而且本人不才，对翡翠也略知一二。小伙子，小两口来逛街啊！来，看看我这边的货，我在这边摆了8年摊了，童叟不欺。你看这块镇摊之宝，只要20万，莫西沙的料子，里面肯定出货。看来我的透视眼确实能看透翡翠，不过就这也好意思叫镇摊之宝，也不知道哪个冤大头会买。小伙子，来我这儿看看，新坑的料都是精品，昨天刚从瑞丽拉过来的，新鲜的很。你看这皮壳上的松花，开出来保准能达到诺冰。这个摊位还不如上一个。二位看看我的货，我这里都是老坑料，水头足，我不忽悠你，不买也没关系，看一看摸一摸，长长经验也是好的嘛。好家伙，一家不如一家，看来这原石街水挺深啊，都是几千块的便宜货。看来这赌石不仅要看自己运气，还很考验货源啊，今天估计得空手回去了。周阳，怎么样？逛了这么久了，有没有发现什么好东西？我看那些人叫的那么热闹，还以为你要买几块呢。那几个摊位上的货都不行，看了也是浪费时间。不会吧，帝王绿！老板，这块石头多少钱出手？还以为是什么大客户，结果看上这块机会的便宜货。那个一口价12万。小伙子，你等等，听我一句劝，这个石头有铝，不能要，铝那么多，切开10有8九都是裂。12万，这不是赌石，这是打水漂啊！12万买了必亏呀！小伙子，看你面生，不会是第一次来这里吧？这块料子我知道，在这里放了不知道多久了，一看就买不得啊！周阳，他们都说这块石头不好，要不还是换一块吧，或者今天先不买了，回去再想想。蓝颜，放心吧，我会给你带来惊喜。所谓赌石，就是以小博大，别人不敢赌的，我敢。我看这块就很看好，再说也就10几万，就算亏了，等会儿我们再去古玩街一趟。不是吧，10几万都不当回事儿，你这小伙口气也太大了吧？你以为你是火眼金睛啊？年轻人，我劝你脚踏实地一点。老板，就这块了，麻烦帮我解石。本来以为这块石头这辈子都卖不出去了，没想到今天来了个愣头青。好嘞，不过先说好哈，付过钱是不退不换的，可别后悔。放心，不管解出来结果是什么我都要，就怕到时候后悔的是你们。小伙子，怎么切？你自己划线还是我随便切？就从这里。小伙子不听劝，吃亏在眼前喽。
都说了不能买，非要莽，现在还装模作样划条线，真以为捡漏那么容易啊？我看这家伙一点都不懂翡翠，这种料子切开能回本1万，算我输。周阳，你真的有把握吗？放心，你看好了。出绿了，还是帝王绿！我操，真的是帝王绿！这怎么可能呢？皮壳这么差，居然能开出帝王绿！哎呀，早知道我就买这块了，12万买帝王绿。没想到这积灰的料子还能开出帝王绿，这太不可思议了！帝王绿，周阳你太厉害了，你是怎么做到的？蓝烟，我不是说过吗？略懂一点。小兄弟，我是万达珠宝公司的王军，这块帝王绿我出1000万，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出手？小兄弟，别听他的，出给我出1500万！坑我！这么好的成色报价才1500万，虽然个头不大，但这报价也太坑了，真当我什么都不懂。各位老板，这块帝王绿虽然体积不算大，但颜色纯正，套2个镯子没问题。剩下的料子还可以做蛋面，远远不止1500万。各位还有没有竞价的？6福珠宝3000万。3000万？这人什么来头？6福珠宝，咱们本地最大的珠宝公司。您好，我叫江雪茹，是6福珠宝公司的总经理。敢问先生如何称呼？我叫周阳。周先生，这块帝王绿3000万，您意向如何？这个价格很公道了。成交，转账吧。没问题，现在这块翡翠是您的了。周先生，如果您以后还解出高档品质翡翠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价格不是问题，只要货好，多少我都要。谢谢，有机会再合作。蓝烟，你快掐我一下，我这是不是在做梦？感受到了吗？你没在做梦，真的不是做梦，我居然成了千万富翁，我居然成了千万富翁了！是啊，你太厉害了，一块12万的石头被你变成了3000万。现在我有钱了，我想去买一套房子，总不能一直租芳姐那间小屋吧？而且你作为我的助理，肯定也不能继续住储物窝了，不如我们去房产中介那边看看吧。周阳，我觉得以你现在的身家和本事，赚钱对你来说不是难事儿。既然如此，要买房的话，就买一个好一点的房子，也算一步到位，省得来回折腾。一步到位？所以你的意思？我建议你考虑别墅。别墅？放在以前我想都不敢想。不过按照现在的身价，不住别墅还真有点配不上我。行，我听你的，前面好像就有一家中介，走吧，咱们去看看。周阳，好巧啊，你也来逛原石街了。天叔好，昨天受您抵点，就想着过来看看。小姨，小姨夫，这也太巧了吧！田鹏是季兰烟的姨父。兰烟，你怎么在这儿？你知不知道你爸妈这段时间都在找你，电话不接，微信也不回，你要急死他们啊！你爸妈前段时间就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帮忙留意。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怎么也不跟我们联系？小姨姨夫，我跑出来是因为我受不了了。家里给我介绍的那个联姻对象，我看着就恶心，人品又差。我季兰烟，我宁愿嫁给一个穷小子，也不会嫁给那种人。兰烟，你这又是何苦呢？你爸妈也是为了你好，再怎么说也不能一声不吭的就跑出来啊，家里都急疯了。至于你刚刚说的那个穷小子，不会是……不，小姨你想哪儿去了？周阳是我朋友，而且也不是什么穷小子，他可有本事了，你千万别误会。还有，你千万别跟我家里人说我在这边，不然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蓝烟啊，我看周阳这小子很不错，年轻有本事，为人也正派，姨父支持你。不是，我们真的只是朋友。姨父你怎么也跟着瞎说？天叔，你就别打趣我们了，我和蓝烟还有事儿，就先走了。蓝烟，房产手续也办完了，别墅先交给你打理，我再给你转50万。你看家里还缺什么，看着添置点东西，不用跟我商量，你决定就好。好，我会把房子收拾好的，需要什么我跟你说，你要是有空也可以一起挑挑，毕竟是你房子。我现在要先去一趟原石街做点事，你住这边方便就好。周先生，好巧啊，
又见面了。江总，好巧。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副总于金龙，于总。于总你好，你就是那个走了狗屎运，捡了一块帝王绿的人。于总，在此之前我并不认识你，好像也没有得罪你的地方吧？江总，看起来这位于总并不太欢迎我，我还是换一家店逛吧。臭小子，敢无视我，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能引得雪如青睐。周阳是吧？听说你赌石挺厉害，要不我们赌一把？你想怎么赌？这人为什么对我有莫名其妙的敌意？我跟他素不相识，就算他嫉妒我出了帝王绿，也不至于这样咄咄逼人吧？算了，赚钱要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先不起正面冲突。赌个荣誉，赌个地位，规则嘛，就随便定个喽。我不是来闲聊的，想赌可以，但规则你先说。老陈，你来说。周先生，时间不早了，我们就赌一局。你我各自挑选一块价格不超过100万的原石，切出来谁的翡翠价值高，谁就获胜。胜方可以得到2块翡翠，输方需要支付购买2块原石的费用。周先生觉得如何？规则没问题，但是我有2个问题。第一，我怎么能确定你们会信守承诺？另外，翡翠的价格到时候谁说了算？赌注可不是小数目，万一有人恶意抬高或贬低价格怎么办？小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堂堂六福珠宝副总经理，难道会输不起？跟你耍赖吗？你放心，我于金龙向来说话算话。周先生，不如这样，这件事儿我来做担保，如果任何一方不履行赌约，我来替他履行。至于翡翠的价值，到时候结果我来负责，你觉得如何？既然江总都这么说了，我当然也同意了。我选好了。薛如，这就是你说的他赌石很厉害？我看是随便捡了一块吧，手电筒都不用，以为自己有透视眼啊？小子，这赌石啊，可不是谁的石头大谁就能赢的，你也不能随便捡一块来糊弄吧。我劝你还是好好挑挑，换一块像样一点，可别到时候输了耍无赖。那小伙子拿的石头，我看悬。可不嘛，我看他当时手电都没用，随便拿了一块，估计怕是个刚入行的。你这么自信，要不你先解开看看？哼，我先就我先，我还怕你不成？于总出匪了，黄匪，居然是黄匪！我靠，真的是黄匪！而且这块头还真不小，怎么也值100-200万吧？100-200万，我看不止，少说300万起步。于总眼光不错，我刚才就看上了这块原石，没想到一瞥就是黄匪，可惜了，手慢无呀。于总，您的石头。周阳，你也看到了，这是罕见的黄翡，价格少说也要500-600万吧？大言不惭。江总，这一块你比我清楚，有些人没见识，在这里漫天要价，你来开个公道的价，你省得有人在这里自娱自乐。你骂谁没见识呢？敢不敢再说一遍？谁搭话我就骂谁。江总，这时间也不早了，你还是说句话吧，有人着急听结果呢。判断翡翠价值主要看2个方面，体积和颜色。黄翡确实比较稀少，但这块颜色偏淡，所以价格会低些。这块市场价价应该在280万到320万之间。这样，我给个中间价，300万。你们双方有异议可以提出来，我们再讨论。这位是六福珠宝的总经理吧？不愧是专业的，差不多就这个价，挺公道的。我没意见，就按300万来算。周阳，要不还是按低的算吧，不然我怕你那块废石打不过呀。到时候切出来，连我的零头都够不着，多难看啊！哈哈哈。你还是多担心一下自己吧。这一刀下去可是见分晓的时候了，会不会又是块黄翡，或者出绿了呢？难说，这块表现一般，我赌他切垮。皮壳表现那么差，还想打过我的黄翡？做梦去！我操，红翡！
红髓，居然真的是红髓！我的天啊，这颜色好正啊！这块红翡颜色这么纯，种水还好，可比刚刚那块黄翡值钱多了。江总，你比我们在座的都懂，这块红翡你看着开个价吧，我信你。你说江总会给这块红水估多少？不好说。于金龙好歹是他的人，一个公司的，万一偏袒他，故意把这块红水往低价估，照顾于总面子呢？这也是我的试探。如果他偏袒于金龙，故意压价，我今天就当损失一块翡翠，认了，以后也不用考虑合作。但他如果站中立或者偏我这边，就说明江雪茹这个人不错，应该是个稳定的买家，以后可以长期合作。雪茹这个笑肯定是在暗示我，让我放心。我就知道我和雪茹还是一伙的，周阳只是个外人。周先生，您这块红翡无论色泽或者体积都要超过前面那块黄翡。经过综合考虑，种水、颜色、大小还有加工潜力，我这边给出的价格是450万。如果周先生接受这个价格出手的话，这块红翡我要了。我就说江总会给公道价吧，看来是这块红翡赢了。雪茹怎么这样出价？她难道不应该站在我这边吗？沈岩给的参考价是480万，江雪茹报的450万也不算低。行，那这块红翡就归你了。对了，还有这一块黄翡。你怎么，于副总难不成把我们的赌约忘了？这还是你提出来的，你不会想反悔吧？江总这边可是要为你承担责任的，你还要不要？要的话我给你啊。哼，区区一块300万的石头而已，这点钱我还是不在乎的。于副总大气，说的是区区300万对您来说不算什么。对了，刚刚我购买原石的时候花了88万，这也是之前说好的，你顺便也支付一下吧。我再赌一局，你敢不敢？时间不早了，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不能在这儿耗着了。于副总，你要是真的想跟我赌石，明天或者后天，时间你来定。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赌输了可不能耍赖。江总，这块黄翡之前也是你定的价，300万，所以就按照你说的价格给你，加上红翡的450万，2块翡翠一共750万。好的，我转你。行，收到了。周先生，今晚上我想请你吃个晚饭，不知道方不方便？今天真不行，我有点事情要处理，改天吧，改天我请你。那好吧，周先生再见。再见。周阳，今天这笔账我记下了。今天真是赚大发了，上午3000万买了别墅，下午又赚了750万，现在身上还有2000多万 ，yes， 有钱真爽。你忙完啦？我还以为你要到天黑才回来呢。忙完了，感觉如何？这房子还行吧？感觉那可太好了，花着你的钱，住着你的房子，开着你的车，世界上哪还能找到你这么好的老板？我已经感觉到我达到了人生巅峰。对了，你身上的衣服太普通了。今天下午逛街的时候，刚好路过商场，看这衣服还不错，就顺便给你买了2套。不知道这个尺寸合不合身，你有空试一下。不合身的话，我帮你拿去换。晚上我回去试一下，谢谢你，蓝颜。不用客气。对了，你这个赌石的本领是跟谁学的？也太神了，就跟开了挂一样。我总不能告诉他我有透视眼吧，也不能直接拒绝回答，那样也太可疑了。蓝颜，既然被你发现了，那我也没啥好隐瞒的了。其实这件事儿还要从我10岁那年说起。然后呢？那是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我迷了路。
你耍我玩呢？这套路也太老了。好吧，被你识破了。真帅，果然人靠衣装马靠鞍，蓝颜眼光不错嘛。是了，非常合身，你眼光真好。周大老板还挺会自拍的，乍一看我还以为是哪家明星呢。我靠，这女人有点意思，发了又撤回，这是不好意思了。周大老板，您昨晚睡得挺好啊。他这是生理期来的暗示吗？昨晚我们聊着聊着，你突然没动静，我等了1个多小时才睡着，早上想起来还有点小不高兴。抱歉，我太困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所以没回你，真不是故意的。那这次就先原谅你了。那下回睡前记得告诉我一声，不然我会等的。一定，下次一定会报。对了，今天有什么安排？来古玩街是要淘什么东西吗？我们先去古玩街转一圈，看看有没有好东西。等下如果我发现了好东西，你可要跟我打配合。我又不懂古玩，也分不清真假，怎么跟你配合？万一说错话了，把事情搞砸了怎么办？很简单的，你先这样，再那样。小兄弟怎么称呼啊？我在这条街摆了10几年摊儿，一看你这气质就不是一般人。我跟你说，我这摊子上可都是宝贝，正经八本的老物件，你随便挑，随便看。我叫周阳，原来是周兄弟，我姓黑，你叫我老黑就行。你看看，我昨天刚到的一批新货，热乎着呢。周兄弟，你长长眼。郑板桥，居然是郑板桥的画作。虽然破损严重，但是我有小点在手，还怕修不好一幅画？周阳，怎么样？这家有好东西没？黑老板，这幅画怎么卖？小兄弟好眼光，这幅画是……黑老板，就别跟我说些有的没的了，来历什么的我都不爱听，你就直接说这幅画多少钱吧。价格公道，我现在就掏钱。当然，我事先跟你说好，贵了我可不买。别太便宜，可不能让别人把我当傻子。看起来不像穷人，先多要点。小兄弟说哪儿话，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你去打听打听。老黑我可是这条街上最良心的商家，从来不坑人。这幅画你给3万块拿走，我真不赚钱，最多也就是一些辛苦费罢了。黑老板，这幅画我出1万块，另外你把另外2幅也一并送给我，怎么样？老板，我也跟你说实话，贵了我可真不买，主要是我女朋友她父亲下个月过生日，我打算把这幅画送给她当寿礼。买赝品当寿礼，真合适吗？小兄弟，你这1万价格我真卖不了。这幅破画就不说了，这2幅品相不错，卖个1、2万都是可以的。这样我也不跟你多要，这3幅画就按2万8给你，你觉得如何？2万8。老公，咱们走吧。这东西破破烂烂，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货，有什么好要的？我爸过生日，送这些不合适，我们还是去正规的古玩店看看吧。我靠，老公，他叫我老公，原本只是让他友情侧转，意思意思就行了，没想到真上场演戏了，而且他演的也太像了点，那我不得好好配合？那行吧，反正我也觉得2万8太贵了，那我们去聚宝斋看看。哎，小兄弟别走啊，你听我说，1万8，3幅画只收你1万8，你要是要咱们就成交，我这真的是底价了，毕竟你也得让我赚点辛苦费，是不是？这个价也差不多了，再压下去老板估计要翻脸了。其中1幅还是郑板桥的真迹，
这个价格跟白捡没区别。行，18000成交。转过去了，老板你看看。好嘞。小兄弟，你慢走啊，有需要再来，下次有好货我给你留着。周阳，这2幅画哪个是正品？这2幅都是仿品，不值钱。这一幅现代仿的，值个1、2千，挂墙上当个装饰还行。这一幅民国仿的，手艺好些，值个1、2万，送人虎外祥可以。真正值钱的是这个。真的假的？这画破成这样还值钱？你别忽悠我。当然，这幅破的可是郑板桥的真迹，修得好能值不少。郑板桥的真迹，肯定值不少钱吧？那你要留着还是出手？那2幅仿品我回头可以送人，至于那幅破的，我不打算出手。郑板桥的字画少说也值几百万，但我现在不缺钱，与其现在出售变现，不如留着。以后要是开古玩店，把这当镇店之宝挺好。真正赚钱的路子，不是天天逛地摊儿倒买倒卖，而是懂得什么时候留货，什么时候出手。将来开店用这副镇店，其他小件当货架货，稳妥。原来是这样，那我明白了。今天就先这样，逛了一上午也累了，我们回去吧。好。破损越严重，修复所需时间越长，就先放里面，让它自己慢慢修复吧。喂，天叔，有什么事儿吗？周阳啊，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联系了个人，要去乡下收一批古董，东西多怕看走眼，想叫你帮我长长眼，有没有兴趣？没问题，天叔，什么时候出发？地址您发我。好，地址我一会儿发你手机上。哎呀，干脆你先来我家，我再带你过去。对了，把蓝烟也叫上，她一个人待着也无聊，不如出去走走。好，我去跟他说。周阳，怎么了？蓝烟，田叔说有一批货要我陪着去乡下看看，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就当散心了。行啊，我陪你。那行，我们现在就去田叔家吧，别让人家等久了。不对劲，这里这么偏，都已经不在金陵城范围了，什么交易需要约在这种地上？田叔找的人应该没什么问题。田老板，我们又见面了，最近没少发财吧？还不是老样子啊！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贾浩任，这次的卖家。贾老板，你好。贾浩任，好家伙，这名字有点意思，我还以为叫贾好人呢。走走，咱们进屋说。田老板，东西我都带过来了。一件不落。另外，你上次要的椅子也在这儿，你看一下，没问题。咱们再说钱，一切都好商量。800万的椅子，这次来主要就是为了这张椅子。之前没见实物，心里没底。看周阳的样子，椅子肯定是真的，不虚此行了。价值居然是未知，这是第一次看到未知二字，是因为太珍贵了。田老板，我们还是回去吧。
周阳，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东西是假的？这位小兄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先前说要买东西的也是你们，现在我辛辛苦苦把货运过来，你们也看完了，转头说不要，这话有点说不过吧？贾先生，你们这些东西哪里来的？你们比我更清楚。我们只是普通古玩收藏者，不想招惹不必要的麻烦。东西是好东西，但我们无福销售。田老板，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跟你做这笔交易的。上一次咱们合作的挺顺利的吧？你上次也没问东问西，看了货给了钱，多痛快。你这次带了个生人过来，本就不合规矩。看在咱们交情的份上，我就不说什么了。现在你们看了东西就要走，你这是耍我们吗？贾先生，我们也不是不能商量的人，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把那张椅子给我，还有这个空箱子也给我，里面的东西我不要，就要这个箱子。这小子想直接动手不成？然后我给你50万。箱子对你就是个包装，50万你们不吃亏，我们也有的赚，皆大欢喜。贾先生觉得如何？周阳，你手疼不疼？哟，小兄弟，老哥我看走眼了，看来你有几下子。练过，不过你自己再怎么能打，一个人能够对付得了我们这么多人吗？你能打又怎样？如果我们对付田老板，你怎么办？应付得过来吗？还有，你身后这个女娲，你能保护得了吗？周阳，要不我肯定不能要这些新坑出土的东西，这一点没得商量。你们要是不同意，那我们只有斗一斗。你猜，万一打起来动静太大，吸引了村民，打个电话报警，警察来了一查，倒霉的会是谁？你们可要想清楚了。哥，要不然就这样吧，这小子不是善茬，而且他说的对，要是真惹了警察……是啊，哥，别得不偿失，这些货可经不起查，到时候咱们连人带货都得搭进去。小，你还小。周阳，这些东西现在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达成交易，然后赶紧离开这里。周兄弟，就按照你说的，这椅子和箱子归你，50万成交。不过，一个空箱子有什么值得你要的？你得告诉我这个箱子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个民国时期的箱子，老榆木的，做工还算规矩，值点小钱，差不多能卖个1、2万吧。我这来一趟不容易，搭了大半天时间，总得让我赚一点不是？贾兄，您说呢？天也不早了，我们还赶时间呢，要不今天就到这儿？臭小子，能一眼看出那批货的人会要个1、2万的箱子，我才不信。算了，赶紧打发走，转移阵地，换地方找新买家。那行，周兄弟是敞亮人，今天交易算谈成了，不知这钱谁来付？我来，50万对吧？给你转过去了。收拾一下，我们也走。周阳，那些古董是不是有问题？你当时看完脸色就变了，我就知道不对劲。我初步估算，那些古董正常出手赚个大几百万不成问题。既然能赚这么多，他们干嘛不自己卖，反而便宜卖给我们？因为这些是新坑的货。周阳，什么是新坑？所谓新坑，是古玩行术语，说白了就是最近从土里挖出来的，就几个月1、2年，最多不超过5年。像我们平常在古玩店、拍卖行等地方看到的古董，有些也是早年就从土里挖出来的，比如明清年代挖出来的东西，甚至更早。
土腥味早就散了，很难分辨它们是传世的还是出土的。但新坑的东西不一样，那土腥味很浓，也就是说，这些人肯定是最近挖了某个墓穴。我们只是古玩爱好者，没必要跟这些东西扯上关系。这些人随时可能被抓，到时候我们也会惹上麻烦。你说的对，今天多亏你了，不然我可就栽进去了。对了，你确定那椅子没问题？放心，椅子没问题，我看过，应该是他们别处收来的。还有那个箱子也值点钱，就是有点……周阳，今天多谢你了，这箱子给你，就当我谢你的。我另外再给你500万。田叔，你太客气了，钱我真的不要，我只拿箱子就行，对我来说这就够了。500万，他居然说不要！你呀，那好吧，你这孩子也真是倔。以后有用得上我的地方，尽管说。谢谢田叔，我们就先回去了。好。蓝颜，走了，回家。小姨夫再见。终于到家了。周阳，你是不是傻？放着500万你都不要，要个破箱子？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目的？你说的没错，我确实有目的，但不是见不得人的。我现在有了点钱，还算够花，但还是没身份。捡漏不是长久之计，不能一直做，所以我得发展。但做生意、开公司那些我都不懂，所以需要人脉。我这是在积攒人脉。那500万呢？你就这么拒绝了？500万确实不少，我刚才也确实动过心，但钱可以慢慢赚。按照我现在的实力，很快就能赚到了。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难得。田鹏现在欠我人情，这种人情用钱买不到。将来有事找他，他应该会帮忙。那我就明白了。还有一件事，这箱子比500万值钱多了。这箱子难道真的是宝贝？不会是武则天的吧？或者是13姨的箱子？周阳，你干嘛？你这是干什么？这可是你用500万换回来的箱子，你给劈了！这是明朝的丹书铁券，赐予沐英的。我要这个箱子，也是为了这块丹书铁券。丹书铁券，沐英是谁？这上面的字我怎么一个都不认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养子，早年随朱元璋起义，西征有功，封西平侯，被赐丹书铁券。后来镇守云南，不再还朝，后来去世。史书记载，朱元璋发了34块丹书铁券，大多被毁，朝代更迭，能存下来的极少。这块很可能就是当年遗失的其中之一。所以神言显示未知也合情合理，像传国玉玺那种无价之宝也会显示未知。照这么说，这算是国宝级别的物件了吧？那这东西不能随便卖吧？我也这么想。这东西现在虽属于我，是我的私人财产，但有些东西不是属于谁的问题，而是该去哪的问题。这种太重要的东西不该拿来牟利。我要上交。你说的对，我支持你。不过我需要找个可靠的人帮我。黄老见识广，有人脉，应该知道流程。黄老，我这里有一块丹书铁券。你说什么？丹书铁券？黄老，您别急，我拿去给您看看。好，你现在就来我家。等等，别来我家，这东西太重要，我家不合适。我带你去见个人，定位发你手机上。好的，黄老。蓝颜，我去找黄老，这些东西还要拜托你清理一下。好，没问题，你去吧。老黄火急火燎跑我这儿来，还说要给我个惊喜，到底是什么？
周阳，这位是金陵博物馆前馆长。老关，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位厉害的小伙子。我说的惊喜也是他带来的。黄老，你就别夸我了，你再夸我，我就要飞起来了。这个年轻人第一印象还不错，谦虚，懂礼数，在这个年纪很难得，是个有格局的。老黄说你带了惊喜，给我看看。关馆长，我意外得到一块丹书铁券，打算上交，想请您先过目。什么？丹书铁具？好，我来看看。这丹书铁券的确是珍品，想必你也知道这其中的价值。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得到的，只要不是在土里挖来的，这丹书铁券都只属于你个人。可你一旦上交，这个东西从此以后跟你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我现在郑重问你一句，你真的要把这件文物上交给国家吗？没想到关馆长会这么直白地说，原本以为只是象征性的交接，说些冠冕堂皇的话，然后感谢结束呢。他这一话倒是挺尊重我的。关馆长，正因为我知道它的出处和价值，所以我才决定将其上交。有些东西我知道已经超出了私人财产范畴，我个人拿不起，所以我经过深思熟虑将其上交。好，很好。不过，重要文物上交国家都要走一个程序，这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的。今天太晚了，周阳，你如果信得过我的话，就把它先放我这里，我来保管。明天下午我找人走流程，如何？当然没问题，关馆长我自然信得过，不然也不会来。这东西我正式结交给您，后面的事就麻烦您费心了。周阳啊，我听老黄说你对古玩也很有研究。关馆长说笑了，都是黄老故意捧我，我最多算刚涉猎，门都没摸着，在您面前就是个新兵胆子，哪敢说研究。你看看这铜镜，说说你的看法，说错了也没关系，畅所欲言。好，我来看看。稀世珍宝就值5万，这不对吧？难道是搞错了？这价钱说出来不合适，关馆长是在考验我能不能看出它的来历。就先不提价格了。关馆长，这是武周时期的铜镜，叫武周天策万岁铜镜，是武则天时代的产物，而且时代意义非凡，背后也刻有武周2字，这能说明来历。厉害，果然厉害。这块铜镜鉴定起来并不难，我也问过很多专业人士来鉴定，他们大多能说出年份，但能准确说出名字的人很少。你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之一，而且只用了几分钟就说清楚了。老关，我就说这小子不错吧？不错，确实不错。周阳，你可愿意拜我为师？周阳，你还愣着干什么？听到没？老关可是古玩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徒弟们可都是文博界的翘楚。现在他要收你为徒，你可赚大了，还不赶紧拜师？师父在上，请受弟子一拜。哼，好，快起来吧。不必行如此大礼。周阳，现在你就是我弟子了，以后有需要帮助的地方，随时来找我，不管是什么，只要我能办到的，就绝不含糊。明天上午再带你见几个师兄师姐，你们认识一下。好的，师父，那我现在就先回去了，明天见。明天见。周阳啊，我真羡慕你啊！我要是有你这般实力，我今日都成就也不止如此啊！黄老，我这都是运气。运气？这世上哪来那么多运气？如果你没真本事，关成儒也就不会收你做徒弟了。你现在有了师承，以后你的人生基本上就是一帆风顺了。也多亏了我的透视眼啊！
不然这种生活，搁以前我哪敢想？那也要多亏黄老引荐。时候不早了，那我也就先回去了。好，好。周阳，东西出手了，快说说卖了多少？没有，我上交了给金陵博物馆前院长关成儒了，而且他还要收我做徒弟。你这运气也太好了，那可是大人物。那你准备拜师礼了吗？还真没有，我本来有些古董，但都卖掉了，一时间想不出合适的。送礼是形式，不一定非要古董，关键是合适，有诚意。我也这么想，其实最合适的可能是翡翠。我想明天上午你陪我去原石街解一块翡翠，送给师傅当拜师礼，你觉得呢？好啊，今天晚上我们得好好庆祝一下。我要吃火锅，必须庆祝你成为关成儒的高徒，祝你前程似锦，耶！他还挺可爱的。好啊，我请客，今晚敞开了吃。周先生，欢迎欢迎啊！您能来小店儿，真是蓬荜生辉。这位老板，我记得我好像没告诉过你我的名字，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周先生不用奇怪，您昨天在我这儿赌石大放异彩，一刀切出冰红璀，轰动整条原石街，所以想知道你名字不是难事儿。周阳，你现在可是名人了，以后出门可不得把墨镜跟口罩戴上。糟了，昨天只顾着赌赢打脸于金龙了，没想到这么高调，整条街的人都认识我了。哦，对了，忘记自我介绍了，我姓熊，全名熊出没，这是我的名片，还请周先生以后多多关照。这名字熊出没，你怎么不说你是熊大或者熊二？是不是还有个兄弟叫光头强？周先生说笑了，我这个名字陪伴我50多年了，没想到被一部动画带火了。不说这个了，我店里有刚补的货，周先生随便看。行，那我就先看看。有了，紫罗兰，而且还是皇家紫，拿来当拜师礼正合适。周先生，这么巧又见面了，看来咱们还真是有缘。原来是江总，是挺巧的。周阳，今天我要再跟你赌一局，你敢不敢？今天不行，我有事。怎么，难不成你是怕了？不敢赌也行，只要你当众承认自己是孬种，我就放过你，怎么样？我会怕你？你算哪里来的葱姜蒜？我说过了，我今天是有事。你要是真想赌也可以，就赌我手里这块石头，速战速决。又有赌局了？哎呦，那不是昨天那2个人吗？我真好奇今天他们怎么赌。行啊，怎么赌？第一赌颜色，第2赌体积，第3赌价值。我要是输了，我给你1000万，你敢吗？怎么不敢？我要是输了，我也给你我去，1000万！这小子赌这么大，看于副总那个样子，不会是不敢赌了吧？该死，这小子一开口就是1000万，不是小数目。我虽然是6福珠宝副总，但靠拿点职位工资和分红远不够我挥霍的。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要是不接，以后还怎么混？我还以为多有钱呢，搞了半天是打算白嫖啊！老公，我们还是走吧，不理这个穷鬼，让他自己在这儿装。周阳这个臭小子，凭什么有这么漂亮的女人给他做老婆？被如此大美女看扁，比杀了我还难受。赌就赌，我于金龙会怕你？如果我输了，我也给你1000万。那行，既然你答应了，那咱们立个字据吧。别误会，我不是不相信你，主要是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你。哼，口舌之争有什么用？等一下你不要哭才行。上次只是他运气好罢了，我就不信我今天还会输。为了公平，我们各自把答案写在纸上，交给店老板保管。
我写好了。熊老板，还要麻烦你解下诗。没问题。咦，这颜色看着不对劲儿啊！我看看，这好像是紫色的，难道是紫罗兰？真是紫罗兰，这成色太漂亮了！恭喜周先生，这块石头又独长了。江总，还请您帮我鉴定一下，这块紫罗兰大概值多少钱？周先生，这块紫罗兰品质很高，唯一的缺点就是稍微小了点，但掏几个镯子是没问题的，剩下还能做小件，总体价值在200万左右。熊老板，现在麻烦你公布一下答案吧。于总的答案是翡翠，最大直径为12厘米，总价值约10万。什么？才10万？还弄种？这简直就是乱写啊！绝对输惨喽！周先生的答案是紫色，体积最大直径13厘米，价值210万。哦，我的天，和于副总的差距也太大了！哇，高下立判啊！周先生赢的毫无悬念，他答案居然这么准，不可思议！周阳，你也太厉害了！于副总，这时间也不早了，麻烦履行一下赌约吧。怎么？我看于副总刚刚那样子，是想跑？谁说的？我那是人多嫌挤得慌，我要再跟你赌一局。我说过了，我今天没时间，现在请你立即履行这个赌约。你可以不给，不过那你就可不要怪我了。你有种，算你狠！这个场子我迟早是找回来的。收到了，于副总大气。周先生，这块紫罗兰翡翠您出售吗？不好意思，江总，这块紫罗兰我正好需要，所以不出手。如果之后再解出来，可以卖给你。好的，谢谢周先生。蓝颜，我们走吧，时间要来不及了。各位来宾，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很荣幸今天能站在这里来主持这场捐赠仪式。今天，一位年轻的古玩爱好者周阳先生将把他个人收藏的一件珍贵文物无偿捐赠给金陵博物馆。这件文物非同寻常，它是明朝洪武年间赵太祖朱元璋赐予前金王沐英的丹书铁卷。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周阳先生和金陵博物馆馆长夏昌荣先生上台。周阳先生，感谢您的捐赠，您的大义之举，我们金陵博物馆全体同仁铭记在心。谢谢，这是我应该做的。周阳先生您好，我是金陵电视台的记者，请问您这次无私捐赠了这么一件珍贵的文物，有什么想对公众说的吗？历史文物就应该去能保存和研究的地方，我只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事，也希望以后去博物馆参观这件文物的大家能够喜欢。它不光是一件文物，更是一段故事，希望大家能从它身上看到600年前的那个时代。据说关成儒大师已经收你为徒，作为他的弟子，你对接下来的鉴定环节有信心吗？鉴定环节，来之前也没说啊。算了，反正有神眼，什么都难不倒我。尽我所能，争取不丢师傅的脸。
原来这是件披着清代名号的民国瓷器。师傅，我已经鉴定完毕了。那你说说这件花瓶的来历和出处吧。这件瓷器制作水平很高，和清朝工艺相似，但从手感和灵气判断，它存在的年份不久。我断定是民国时期的瓷器。你说这件瓷器是民国时期的，这恐怕有点不对吧？这瓶子的底部有着清代的落款，这一点是不会错的。难道你的意思是这是仿品？而且这瓶子怎么看都是清朝的工艺啊！各位稍安勿躁。首先，这件花瓶的制作工艺确实几乎与清朝的如出一辙，这一点我承认。但民国和清朝是相连的，有相同工艺并不奇怪。至于底部的落款，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大家请看，这个落款下面还有4个字：居仁堂款。居仁堂是民国袁世凯称帝后专门让人烧制的御用瓷器落款，但因品质高并与清朝工艺接近，所以有些落款被写成清代年款。所以，这花瓶的实际年代为民国。这花瓶其实是几位内行人事先挑选出来，用来测试周洋鉴定能力的考题。如果他鉴定错了，那我面子不但被丢光了，还会被嘲笑看走了眼，收了个草包徒弟。不过幸好这小子没让我失望。快来，给你介绍师兄师姐。这位是你大师哥夏昌荣，也是金陵博物馆的馆长，你们刚刚已经见过了。夏师兄好。旁边2位分别是你二师兄宋正阳和师姐史尚飞，以后你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来找他们3个。史尚飞，史尚飞，师姐这名字真有意思。小师弟，你也笑话我的名字，信不信我揍你？我姓史，历史的史，高尚的尚，贵妃的妃，你想到哪里去了？这也不能怪我啊，一个女孩子家取什么名字不好？师姐，我错了，我真诚的向你道歉。哼，看在你这么诚恳的份上，我就原谅你了。好啦，你们做师兄学姐的，不要欺负小师弟。现在也都互相认识了，你们以后要互帮互助。师傅，这是我送您的拜师礼，您打开看看。这么漂亮的紫罗兰翡翠，你有心了，肯定很贵吧？送给师傅的，多少都不算贵。哈哈哈哈哈！你小子会说话。为师也有礼物送给你。谢师傅。今天的捐赠仪式也结束了，你们没什么事儿就可以回去了，各忙各的吧。有空来我那儿喝茶。小师弟，今天表现不错，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尽管来问我。谢谢史师姐，以后少不了要麻烦您。师傅，那我就先回去了，你也早点休息，今天辛苦了。好，好。周阳，200万的紫罗兰翡翠，你就换了这么一串佛珠回来，你这师傅也太小气了吧！蓝烟，这礼物你不能按钱来算，这是见面礼，不是交易。这串佛珠的价值是无可比拟的。对了，明天我打算回老家一趟，你要不要跟我一起？你是我老板，我是你助理，你回家我自然要开车送你啦。那太好了，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早点休息，明天要开很久的车。哥，想死我了，快抱抱！好，我也想你。
瑶瑶，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妈，快来，我哥带女朋友回来了。嫂子好，我叫周瑶，你跟我哥一样，叫我瑶瑶就可以了。哎呀，你哥居然带女朋友回来了，这姑娘真俊。妈，你别瞎起哄，瑶瑶瞎说的。蓝颜是我朋友。周瑶阿姨，你们好，我叫姬蓝烟。你好，你好，快快进屋坐，饭都已经做好了。哥，外面那车是你买的吗？我看还挺新呢。杨子，那车不便宜吧？你不是在古玩渡做学徒吗？哪来的钱买车？你没做犯法的事吧？妈，你想哪儿去了？怎么可能？阿姨，周阳没有做坏事，他现在做点小生意赚钱了，最近还上电视了呢。你看，这是昨天的捐赠仪式呢。是杨子。哥，你居然上电视了，真厉害！妈，相信我，我现在有钱了，家里欠的债也能一次性还清了。我还打算接您和瑶瑶去城里住，您看看。还是算了，我在这里住习惯了。你虽然有了钱，也要省着点花，不要大手大脚。放心吧，妈，我心里有数。那蓝烟说你做的小生意具体是什么啊？我怎么不知道你突然有了经商天赋？就是捡漏古玩卖钱。那我在家找找有没有古玩可以卖。妈，别瞎折腾了，咱家要是有什么宝贝，当年早就都拿去卖了。说的也是。妈这是想到伤心事了，不行，得让她转移注意力。妈，我有个主意，您去和村里人聊聊天，您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和村里人聊聊天，东家串串西家坐坐，看看别人家里有没有什么老物件、旧东西，比如老瓷器、旧字画、铜钱、木雕什么的，咱们可以收点儿。好，好，我去问问村里人，我都熟，跟他们聊聊，看看有啥老东西藏着没。妈，我也去，带我一个，我跟您一起去串门。行行行，走吧走吧，别在这儿添乱了。周阳，你收购村民的老物品是为了卖掉捡漏吗？还是有别的原因？一半一半吧，我是想开个古玩店，需要点物件摆在店里，不能光靠从古玩街进货，那成本太高了。从老乡家里收，价格便宜，还能收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有些修修就能上架。你要开古玩店？对，我有这个打算。捡漏和赌石虽然来钱快，但并不稳定，万一我哪天碰不上好东西或看走了眼，就赚不到钱，甚至亏钱。所以我想着开个店，这样也能有稳定收入，而且我现在也有了师傅，到时候让师傅还有黄老他们宣传，生意也不用愁。有道理，我相信你可以做大做强的。周阳，你想听我的故事吗？想，你说吧，我听着。我之前说过，我被家里逼着联姻，但我宁愿净身出户也不愿妥协。后来我才能和你相遇，所以我希望你能成功。你成功了，强大了就能保护我。周阳，你会保护我吗？他在引诱我，不过我甘愿被他引诱。家里的困境过去了，也该看看身边人了。但现在的我还配不上他，我必须提升自己。我会保护你，谁要欺负你我就揍他。杨子，快出来，有人来卖东西了。我出去看看。周阳啊，听你妈说你现在有本事了，收老东西能卖钱，我就想着家里那些陈年烂谷子的玩意儿放也是放着，不如拿来凑个热闹。你看看这些，你能收不？居然是80版猴票，价值120万。杨子，我这些你收吗？
是不是不值钱啊？不值钱也没关系，我就随便拿来给你看看。收，绝对收。宋大婶，您打算卖多少500？不，会不会太多了？给300也成。行，这些我500收了。好嘞，谢谢你啊，杨子。一堆废票卖了500，这跟天上掉钱有什么区别？那些粮票、布票我家也有，寻思现在没什么用，都扔了。我也有东西要卖，我有个瓷碗，少说也有100多年了。我先看看我先来的，我这里也有好东西。各位稍安勿躁，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来。谁插队的话，我就不收了。蓝烟，你负责来登记和发钱，谁家的东西多少钱收的都记清楚。大家不要急，把带过来的东西放到桌子上，一个一个来，我会登记好价格的，放心，每个人都有机会。大多数物件都值不了什么钱，果然没那么好运，接连碰到好东西。算了，挑着买点，总不能让人家空手回去，到时候心里不平衡，在村里说闲话也不好看。大爷，你这些我300收了，您看行吗？好，没问题。杨子，你真是个好人呐。下一个。终于忙完了，周阳，你这些能捡漏多少？除了最开始的邮票，都不值什么钱，大部分都是几百块的小物质，收回来赚个辛苦费。那你为什么要收？这不是白花钱吗？都是一个村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我要是不收，他们嘴上不说，心里肯定有怨怼，到时候看见了会尴尬。干脆每家都收一点，反正出价也不贵。你说的对，我明白了。宣德炉，大明宣德炉。这件重宝居然会出现在这个村庄里，不过也正因为在这偏远村里才能顺利保存下来。但看这破损程度，想来又要修复好几天了。周阳，难不成这个破香炉是个宝贝？我看它破成这样，扔在路上都未必有人捡。确实不是很值钱，也就是修复一下之后，能在京城买一套房子而已。好啊，这还叫不值钱？你又在逗我。虽然收回来一堆不值钱的，但有几件还是捡了大漏。蓝颜，家里事都安排差不多了，也没什么遗漏的，收拾一下东西，我们明天一早回去。好，我这就去。杨子，这么着急吗？这难得回来一趟，要不再多待2天，你几个婶子还想着请你吃饭呢。妈，我现在正是事业发展期，耽误1天就是少赚1天钱，而且蓝颜在城里还有事儿。要不这样，今年过年我早点回来，或者把你和瑶瑶接去金陵过年，再带你们去京城玩。行，赚钱重要，不过我就是舍不得蓝烟。阿姨，您放心，等我有空了就来看你，到时候周阳没空我就自己来。好好，你们路上注意安全，到了给我打个电话。好，我们走了。小没良心的，睡那么沉，也不知道跟我说说话。蓝颜家的事，我也要做好准备了。如果我的钱超过了蓝家，那他的父母就不会逼着他去联姻了。古玩店的事要尽快了。黄老，您看看这个，我这次回家在乡里收的。你小子真有本事，这回家探亲也能收到好东西。80版的猴票，这品相真好。黄老，运气好罢了。我怎么就没有你这样的运气？这不应该呀。黄老，这人的运气是一阵一阵的，
可能是我之前太倒霉了。之前在古玩店打工被李秃子欺负，租房的钱都交不起，也算是否极泰来。最近气运才转到我身上。行了，别贫嘴了，说说吧，这个打算多少出手？黄老，您也知道，这种邮票正常价格应该在120万左右，您给我个整数，我就要100万，多余的您拿去喝茶或者给思雨买衣服都行。爷爷，这么好的事儿，你快答应了吧，我刚好没零花钱了。你这丫头，行，100万我收了，3天内我找到买家卖出去。你放心，这品相的猴票不愁没人要。交给黄老，我放心。对了，你今天来找我，恐怕不光是为了卖这枚邮票吧，还专门给我让利20万。说吧，还有什么事？黄老，姜还是老的辣，你一眼就看穿我了。今天我来确实还有件事儿，我打算开一家古玩店。开店？我虽然懂古玩，但也没干过古玩店。你来找我做什么？这方面你应该去问你师傅啊。黄老，您先听我说，我在李秃子店里当过学徒，所以基本模式我懂。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找店铺和缺掌柜。我想让思雨去当店里的掌柜，您负责来压场子。要是有人来卖东西，您就出面鉴定，没事还可以在古玩街转转。爷爷，您就答应周阳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您刚好又喜欢古玩，没事的时候还可以转转。行，我答应了。你这边只管做你的事儿，店铺的事儿我来跑，不着急，慢慢来。那行，这件事儿就指望黄老了。至于这枚猴票卖掉后的那100万，就直接当变面押金。总之这事儿我全权委托您，需要钱随时跟我说，花多点也没关系。知道了，交给我吧。那我就先告辞了。一幅字画居然价值480万，不枉我修复了好几天。这香炉破损的这么严重，估计也需要修复很久，就在里面放着吧。喂，田叔，今天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周阳，晚上有个私人酒会，里面有些古玩交易，感兴趣的话，要不要和我一起去？行，那晚上你来接我，我这边准备好。周阳，谁的电话？你小姨夫打来的，约我一起去晚上的古玩交易会看看，说是私人酒会，有些圈里的人喝好东西。那我也要去，正好凑凑热闹。行，到时候田叔来接我们。周阳、老田，你们来了。黄老晚上好。老黄，我听说这次的交流会和以往不同，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平常不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发起酒会的朱老板临时决定请了一些圈外的、本地有头有脸的人，都是有钱的主。老黄，这交流会以往不都是邀请圈子里的人吗？怎么这一次邀请圈外的人了？那些不懂古玩的邀请来凑热闹做什么？这老朱本来就是生意人，借助这次办酒会的名义，邀请一些生意上的朋友参加，这也是无可厚非的，而且顺便也可以拉高自己的格调。这酒会来什么样的人都与我无关，我关心的是会有不少好东西，正好要开古玩店，多看看多积累。时间差不多了，走吧，该进去了。黄老、田总，热烈欢迎二位前来。我这小地方可谓是蓬荜生辉呀。朱老板客气了，这次交易会真是临时决定的，之前可是一点风声都没听到啊。对，这次我正好淘了点好东西，就想大家聚聚，所以就匆忙举办了。若有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各位多担待，毕竟时间仓促，很多细节都没来得及准备。周阳，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朱老板朱学华，也是这次酒会的发起人。朱老板，这位是我的一个小友周阳，别看他年轻，眼力可不一般。朱老板你好，我叫周阳。周阳，以前没听说过这号人，看田总这样子，莫非是他的侄子什么的？估计是个人物。你好，你好，
咱们里面请。于金龙真是阴魂不散，他看起来没憋好屁，要小心。怎么了？那是谁？怎么这副表情？爸，那个就是周阳，坑了我1000多万，没想到他也来了，他怎么配来这种地方？这是古玩交流会，在场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不管怎么样，你别在这里给我惹事儿，否则我扒了你的皮。知道了，爸。不愧是高端酒会，连水果都这么好吃，待会儿再打包回去。那个盗墓贼贾浩任怎么也在这儿？他来这种地方，肯定不是为了喝酒聊天。不行，得告诉田叔他们。黄老，田叔，我刚看到贾浩任了，就是上次在乡下卖给我们新坑货的。他来这里的目的绝对不单纯。周阳，你敢确定？我确定。田叔，你也知道，贾浩任不是东西，这交流会不太对劲。我怀疑这是销赃的聚会，不是普通古玩交流。这可怎么办？要是被牵连上，我们麻烦可大了。要不报警吧？现在报警还来得及。现在报警不合适，现在还是正常的酒会，我们没有证据，先别打草惊蛇，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只要我们不买不交易，也牵连不到我们。黄老说的对，我打算给我师父关成儒打个电话，让他处理。行，我和老田稳住他们，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免得让人怀疑。你快去快回。师傅，我在一个交流会现场看见了盗墓贩子贾浩任，情况复杂。你别插手，我来联系警察，千万不要暴露自己。明白，我会配合的。诸位，请安静一下。很高兴能够邀请各位来参加朱某的古玩交流酒会。接下来就是我们酒会的重点环节，也是大家最期待的环节——拍卖。第一件拍品，原青花梅瓶，存世稀少，价值连城。这件梅瓶品相端正，经多位专家鉴定为真品，起拍价50万。这朱学华有点东西，一出手就是这种高级货。这种级别的器物，平常在拍卖会上都难得一见，他居然能搞到手。不错，看起来是真的。这瓶子是那天乡下院子里木箱子中的几件古董之一。这交流会果然和贾浩任有关系，估计之后的拍品估计也都是那些。周阳，你怎么看这件东西？黄老，别碰！那天我在乡下见过这个花瓶，这就是刚出土不久的陪葬品。我出80万，100万，120万。恭喜于董，这件元青花归您了，请您到边上来交易。各位承让。周阳，这家伙真讨厌，改天我们再坑他一次。用不着改天了。难道你已经有办法对付他了？你说清楚嘛！你等等看就知道了。好吧，我倒要看看你在卖什么关子。过去这么久了，警察怎么还没来？不许动！警察！各位，我是刑警队大队长刘佳琪。接到举报，这里有人私自出售交易违法物品，请诸位不要动，配合调查，给我搜！刘队长，这是误会，这绝对是误会。朱老板，这不是你说了算的，请朱老板配合。周阳，怎么警察都来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别怕，我们不会有事，反倒是别人要倒大霉了。
队长，在现场发现大量现金，还有许多古董，有几件疑似我们正在追踪的刚出土文物，全部带回去调查。怎么回事？我们也要被带走？没这么严重吧？我们就是来参加聚会的，什么文物我们也不知情啊。就是，我可一件古董都没买啊。诸位，安静，这只是例行调查，让你们做个笔录。只要你们认真配合，我敢保证，绝对不会为难你们。师哥好，庞局，这位是我的小师弟周阳，今晚的情报也是他提供的。周阳，快见过庞局和刘队。庞局好。刘队，师哥这是在给我介绍人脉呢，我得好好把握。周兄弟不用客气，原来你就是关老得意弟子。庞局，贾浩任那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夏馆长，这件事情还是你来说吧。贾浩人一伙人是惯犯，专门盗坟挖墓。半个月前，南阳古墓被盗，重要文物丢失，没想到他们竟然想通过酒会把古董悄悄卖出去。多亏有你，不然这些古董一旦流入市场，就很难追回了。不过可惜的是，贾浩人跑了。他居然跑了？是啊，也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溜得很快。我们的人搜索了附近，也查了监控，就是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只能继续调查了。这不应该啊！按理说我没有打草惊蛇，警察来的也够及时，他怎么会溜那么快？庞局，你说会不会有人通风报信？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未必是真的。其实我早有怀疑，但奈何没证据。贾浩任这人机警，能跑掉也不奇怪，不然也不会逍遥法外这么多年。这件事你就不用管了，交给我们处理。好，我知道了，有需要我配合的，随时叫我。周阳，这次请你来呢，一是想感谢你提供情报，帮了我们大忙；二是还有一件事想拜托你。庞局，请说，我一定竭尽全力。不用那么严肃，就是想麻烦你帮我们鉴定一下物品。本来这件事情是委托夏馆长的，结果夏馆长又向我推荐了你，说你眼力过人，鉴定又快又准，比他还厉害。所以，原来如此，师哥这是在给我铺路呢。之前还不理解，自己只是个举办人，提供了个线索，虽然有功，但也没必要局长亲自接见吧。庞局，帮忙鉴定没问题，不过我就怕我这个鉴定水平有限。周兄弟谦虚了，我相信关老的眼光，也相信夏馆长的举荐，更相信周兄弟的能力。这就是说话的艺术吗？一句话把3个人都夸了，我也没有理由再拒绝。行，我试试。有神眼在，看一眼就知道了。不过还是要装模作样下来。庞局，鉴定完了，这11只物品都属于新坑，出土时间不超过半个月。那就对上了。周兄弟，我们警局想让你临时顾问，以后再有类似的物品，麻烦你鉴定一下。你放心，不会让你白干，该有的报酬1分都不会少。如果你不愿意，我们也不勉强。怎么样？你意向如何？临时顾问，这对我来说也是跟大佬们混脸熟的机会，是个好事。这名头说出去也好听，以后万一遇到什么事儿，也有人帮忙。当然没问题，能为您和警局出一份力，是我的荣幸。哈哈哈哈哈！谢谢周兄弟，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希望之后合作愉快。时候不早了，我派人送你回去。那个庞局，和我一起来的朋友，他们还在警局吗？放心，他们做完笔录没什么问题，都已经回去了。这件事和他们没关系，你不用担心。谢谢庞局，师哥，我先走了。周阳，你怎么在警局待了那么久？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蓝燕，你还记得那天在乡下院子里的那个贾浩任吗？我在酒会上看见他了，所以你猜为什么警察来那么快？我懂了，周阳，没看出来啊，你这个人还挺腹黑的，举报了人家还装的什么事儿都没有。不过我喜欢，对付那种坏人就该那么干。今天晚上最倒霉的恐怕就是那个朱学华了，花那么多钱办酒会，请了那么多人，结果东西被没收，还要被拘留调查。还有就是于家父子俩，于承福和于金龙，为什么？你想啊，于家父子花大价钱买的古董120万，结果是个赃物，被警察没收，钱打水漂了不说，
还丢了面子，岂不是倒大霉了？有道理，不过也是他们活该，谁让他们天天和我们作对？这120万就当他们交学费了。好啦，时间不早了，在警局折腾一通累坏了吧？早点休息，睡醒再带你出去捡漏。周先生，好巧，又见面了。江总，你该不会是专门在这一片蹲我吧？这也太巧了，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怎么会呢？真的只是碰巧而已。我今天来古玩街是取一件之前订好的东西，既然又碰到了，我请你吃饭吧。刚好中午订了饭店，前几次你都急着要走，这次可不能拒绝了。你想去就去呗，看我做什么？都碰见那么多次了，也是挺巧的。江雪茹有实力，之后开古玩店也许能用上她，打好关系不是坏事。至于蓝烟那边，应该可以哄好。那行，正好今天我也没什么事儿，就麻烦江总破费了。跟我客气什么？走吧，我订的餐厅不远，一会儿就能到。被夹在两个女人中间，像做针章一样。蓝烟，江总，我去趟厕所。蓝烟，你和周阳是如何认识的？能和我说说吗？一开始是我租了他旁边的屋子啦，现在想来还挺巧。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俩已经……哎呀，我也不清楚。你们聊什么呢？没什么，女生闲聊的话题而已。周先生，恭喜！听说过你被关成进收做关门弟子了，看来你在古玩界的本事也不小啊。江总说笑了，比起我师傅和师哥师姐们，我算不上什么。周先生太谦虚了。周先生，咱们俩合作吧。你有赌石的本事，而我有销路，你不用担心翡翠的销售问题，我也能减少采购的风险和时间，我们合作共赢，如何？本来开古玩店就是因为自己赌石不稳定，江雪茹这是瞌睡来了就递枕头啊。蓝烟，你觉得呢？江总，合作没问题，不过你想怎么合作？毕竟合作要双方都有利可图，我相信江总不会平白无故跟我们合作吧？大家都是明白人，有什么条件不妨直说。姬小姐说的对，我的方案是收购所有你们解出来的高品质翡翠，不管你开出来多少，只要品质过关，我全收。收购价按市场价的90%。虽然是市场价的90%，但江雪茹是每块石头都立即收购，不需要我自己找买家，不用担心东西卖不出去，我也不需要因为这些而烦恼。这笔买卖不亏。江总，我们同意合作，不过要签合同，如果存在价格差异，某一单交易双方有权选择终止。合同当然没问题，我一会儿就拟，下午就能签。另外，我建议我们最好一起去一趟瑞丽，那里原石便宜，质量也好，出极品概率高，利润更大，其他合作也能详谈。瑞丽，之前我查过，那里是最大的翡翠基地，正好我也想去那边看看，去一趟没毛病。那就这么说定了，合作愉快。至于去瑞丽，等我把事情处理完联系你。没问题，合作愉快，周先生。蓝烟，我有事要去找我师傅一趟，你先回去吧。好。周阳啊，难得你和你师姐一块儿来看我，你们是不是商量好的？没有，是挺巧的，在门口刚好遇见师姐了，就一起进来了。师傅，我今天来是想让你看看这个。这破画放鼎里这么久，总算是修复好，能拿来给师傅看了。这是郑板桥的字画，你从哪儿弄来的？郑板桥的画，师弟，这是你的吗？你什么时候收的？师傅，师姐，这幅画是我捡漏得来的。捡漏？你这运气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呐！这可是郑板桥的画，那这幅画你是打算出手还是？师傅，我不打算出，我想开一家古玩店，这幅画我想放在店里，当做镇店之宝。今天来就是特地想来听听您的意见。小师弟，你要开古玩店，真的假的？什么时候的事儿？是打算开店。最近回了趟乡下，收了些东西，正好手里也有点积蓄，就想开店试试。另外我还有一个宣德炉，是这次回家无意中收的，不过不方便携带，今天没带过来。宣德炉？大明宣德炉吗？
师弟，你运气也太好了，快让我摸摸，给我沾点气运，让我也捡捡大漏。周阳，开古玩店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有这个时间和耐心吗？师傅，这不是问题，我已经请了黄老和他孙女来当临时掌柜，黄老也和您是老交情了，他做事你应该放心。你把那家伙叫来了，那等你店开了，我有空也去帮你把把关。另外，我这里有些小古玩，你也拿去冲忍面。多谢师傅，那我店开张的时候再请师傅来。今天我就先走了。师傅，那我也走了。师弟，你开古玩店，靠你捡漏这些肯定是不够的。我史尚飞的师弟开个古玩店小气巴拉的，我这个做师姐的会很没面子啊。我也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师姐，你有什么建议吗？师弟，你算是问对人了。我有一个好主意，肯定能够让你在短时间内弄到一批古玩。师姐，啥好主意？你快说。师弟，你听说过鬼市潘家园吗？师姐，这我还真不知道，你快给我讲讲。所谓的鬼市儿，就是古董商贩在半夜或者凌晨摆摊买卖。至于潘家园，是京城朝阳区的一个地方，主营古玩。而这个鬼市正好就在潘家园办，而且真假货掺杂，价格便宜，只接受现金交易。大规模的古玩集市，真假货掺杂，这对别人来说是风险，但对我来说完全不用担心假货，毕竟我有神眼，正好是我大显身手的地方。师姐，这个我感兴趣，你啥时候有空带我去一趟？我对那些不熟，有你带着我心里踏实。下次鬼市是3天后，你到时候有空吗？有，当然有，别说3天后了，现在都有。看你猴急的样子，行，那我就陪你去一趟。不过我先跟你说好，到时候没捡到漏，你可不能怪师姐我。当然，师姐肯带我去，我就感激不尽了。您放心，不管结果如何，都不可能怪师姐你。那我到时候联系你，先走啦，你回去准备准备，多带点现金。好的，师姐。蓝烟，跟你说个事儿，我后天打算去一趟京城。周阳，你去京城干什么？你不是还要跟江雪茹去瑞丽吗？怎么又改主意了？我去师傅家时碰巧遇到了师姐，她跟我说京城有古玩市场，那里有个鬼市，东西多，价格便宜。我想先去那里看看，捡漏一波，把古玩店开起来，生活开销有保障后，再去瑞丽专门搞翡翠原石。行，周阳，你想做什么就放心去做，我支持你。蓝烟，谢谢你。我现在严格来说是靠你养着，跟我客气这些干嘛？你好好赚钱就行，别让我饿着。蓝烟，等我。师姐，你留在车这里照着现金，我先自己进去逛。总之今晚要将这笔钱给花掉。行啦，你都说过好几遍了，我知道怎么做，你赶紧去吧。记住，不能直接问价格，得问黑话。这次一共准备了200万现金，我只带了一部分在身上，剩下的留在车上，让史尚飞看着。如果今晚捡漏顺利，这些钱买到的东西应该足够把店开起来。鬼市，我来了！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唐三彩？至于价格，现在看不出来，但既然提示可修复，那一定很值钱。幸好遇到我，要是换成别人，这东西永远就是个残缺物。老板，这如何出手？你要是喜欢，给这个数。这小老头真狡猾，只给3根手指，可以是3万，也可以是30万或300万。但按照这个价值，他不可能3万块就出手，肯定想要30万。真是棘手。老板，咱们都是明白人，您这个彩色釉陶凤头壶虽然是真品，年代也够久远，但毕竟是破损的。你看这样行不行？一个整数我要了。你打算给多少？10万，如何？10万，小伙子，你跟我开玩笑呢？这是唐三彩，虽然破了点儿，但你就给我10万？您先别忙着拒绝，您比我清楚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如果这东西没破损，您要的也是良心价，但它破成这个样子，恐怕除了我之外，没有第2个人愿意出这个价了。好，按你说的，10万成交。
靠，还是给高了，早知道再少报点。小兄弟，要不要看看？妥妥的真货，只要你15万。确实是真货，但神岩给的价格是20万，只有5万的利润，我犯不着买。鬼市这么大，好东西多了去了，不能把资金压在这种小漏上。清代玉佩6万捡漏，好货确实不少，但价格都不理想。我是来捡漏的，不是来买东西的。到底还有没有大漏给我捡了？难道今晚的运气就在那件唐桑彩上用完了？哪个达芬奇？画蒙娜丽莎的那个达芬奇？8.3亿美元。那这幅未完成的画如果上了拍卖，不敢想能值多少钱。这是真正的大漏啊！老板，这幅油画几个钱？5万，要就拿走，不要拉倒。这么一幅价值连城的宝物才这么点钱，赚大发了！不行，要装作不在意，免得引起怀疑。老板，这只是个残次品，明显就是幅没画完的画。2万，我现在就要了，你看如何？3万，你要你就拿去，不能再少了。不要就算了，我留着也占不了多大地方。行吧，谁叫我就秀策划这些东西呢？3万就3万，这幅画我要了。终于来了个傻子，80块买来的半成品，还是个署名的东西，居然花3万买走。买定离手，这画归你了。离了这个摊儿，可不退不换啊！又多花钱了，早知道再少给点。摊主这眼神，不会把我当傻子了吧？算了，这可是达芬奇的画，这傻子我愿意当。有了这幅画和那件唐三赛，今晚的目标基本完成了。不过这钱还没花完呢，这鬼市还没结束，捡漏还得继续，店里的货越多越好。师弟，怎么样？收获如何？还行，往返几趟，钱也花的差不多了。我们走吧。这次除了那件唐三彩，还有其他的东西，虽然不是什么特别大漏，但利润也有10几20倍了，可以收工了。行，上车吧。鬼市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回城的路我来开，你好好补觉。谢谢师姐。周阳啊，你这是刚从鬼市回来就来找我了，是不是又捡漏了什么宝贝？师傅果然是师傅，什么都瞒不住您老人家。您看，周阳，你这漏捡的真是了不得啊！这难道是达芬奇的画作，还是半成品？师傅，我也是这么判断的。这幅画的处理方法跟达芬奇一模一样。不过具体还需要进一步证实。如果真是达芬奇所作，价值不可估量。这算是达芬奇唯一的一幅残缺不全的画。如果上拍卖，价格不敢想。我这就去找权威专家鉴定。我接下来还要处理很多事情，这幅画就交给您了，放在您这里我放心。行，你放心交给我，去忙吧。到时候鉴定完毕了，我再通知你。好，那我先走了。师傅您也别太累，注意休息。好好，不用管我，你去忙你的。一从鬼市回来就去了师傅那里，不知道蓝烟一个人在家怎么样了，还真有点想他了。周阳，你回来啦！我还以为你还要很久才能回来呢。先去了趟师傅那里，所以耽误了点时间。你一个人在家干嘛呢？我在看书呢。你在研究古玩？当然，你不是说要开古玩店吗？我总得懂点东西，能帮上你。对了，你回来后有什么打算？我想先去原石街解一批石头，卖给江雪茹。她现在正等着收好料子，我也需要资金周转。好啊，那我陪你。我现在是你助理，你去哪儿我去哪儿。黄老，怎么了？是店面有着落了吗？周阳，这段时间我和思玉在古玩街这边逛，结果愿意转让店铺的只有李秃子一家。怎么偏偏是李秃子？
他肯定要想方设法刁难我。黄老，只有他一家吗？其他店铺呢？李秃子开价多少？都问过了，其他店铺都没有转让的想法。李秃子他听说是你要开店，直接要价什么500万。 500万？他怎么不去抢？500万也太离谱了！他那个店面也不大，装修还老旧，按理说这种老铺子顶多30万不到，他这是抢钱呢。算上店里头的古董也就100来万，拢共加起来顶天了也就100来万。他现在居然开到500万，翻了1倍还多，真是黑心。可是短期内也找不到合适的店面。唉，早完街这么长，愿意转的就这一家。黄老，您跟我一起去李秃子那儿看看还能不能商量，要是实在不行，我们再找别的路子。古玩街没有，就再去别的街。天下那么大，还怕找不到一个店面？行，我现在就去，咱们店里见。走吧，我们去会会李秃子。周阳，你这尊大佛还亲自上我店里了，怎么，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就想来找我？我这里庙小，可容不下你。李秃子，好好说话，我们是真心想盘这个店铺，不是来跟你吵架的。价格的事儿，咱们好好商量。我说过了，500万一分都不能少。周阳，你要是给我500万，这个店立马就是你的。要是你拿不出这500万，你赶紧滚蛋，别耽搁我做生意。你这人也太不讲理了吧！就算加上店里的所有都值不了500万，你这是卖店还是打劫啊？嫌贵就去盘别的店，古玩街又不是只有我一家。要是有人愿意转让，你们也就不会来找我了吧？我告诉你们，爱要不要。你，看来我辞职了之后，李秃子收了不少东西进来。这个幅画居然值2000万！怎么样，周阳，考虑好了没？听说你现在混得不错，怎么连500万都拿不出来？500万，我现在要了。好，爽快！周阳，这才像个干大事的人嘛！你疯了？500万买他的铺子，你怎么了？是不是脑子突然坏掉了？我心里有数，你看着就好。现在就签合同交定金，但我500万是买的你这间铺子加店里所有东西。签了合同，这店里的所有东西都归我了，哪怕就是一把扫帚你都不能带走。周阳这小子真可怕，500万买下来，他失心疯了不成？500万买个破店，100年也遇不到一个，不宰他宰谁？周阳，你确定500万买下来了？你不会耍我吧？我可没跟你开玩笑。你要是不信，我们现在就签合同，我转你100万定金，下午就去办过户手续。这家店一旦签下，哪怕里面一个小石子你都不能带走，你也不准反悔。签！现在就签！谁反悔谁孙子！有了500万，谁还要这破店儿？拿去，都拿去！钥匙给你，现在这店归你了，我走了。下午过户的时候叫我。周阳，快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一进门就改主意了？那可是500万，是不是发现什么了？黄老，你看这幅画，能看出有什么特别的吗？恕我眼拙，我看不懂。历史上有几个动乱年代，有人为了保护东西会做伪装或隐藏，比如把某件东西藏在另一件里，或者改变外表。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吧？你的意思是，这是画中画？周阳，你快别卖关子了，这真的是画中画。不错，这就是画中画。表面的那一层是后来加上去的伪装，真正的宝贝藏在里面。黄老，你们看，牡丹礁石图，这难道是明代画家徐万的真迹？对，所以有这幅画在，李秃子的店卖500万也算不上什么，几乎等于白送。也幸亏它是个草包，不知道这画里面的价值。我的个乖乖，那我们岂不是发了？这不等于白捡一个店吗？周阳哥，你太厉害了！周阳，你这眼力绝了！我说你怎么突然同意500万买下来呢？原来你早就算计好了。黄老，现在这个店已经盘下来了，我做个简单装修，整理一下，就差不多可以开业了。不过我们首先要想一个店名，你们有什么想法吗？不如
如就叫万宝阁吧，多气派。你们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思雨啊，我们要起个文雅一点的，什么聚宝斋、万宝阁的，太俗了。古玩店嘛，讲究的是品味和文化底蕴，名字要雅和含蓄。哦，这样啊，那我再想想。要不就叫博雅轩吧。蓝烟这个取的名字好，文雅还符合古玩店的气质，你们觉得呢？哈哈，行，就叫这个，我没意见。黄老，店铺这边您多费些心思，还有这个牌匾的事儿，您老也帮忙做一个，找个好一点的工匠师傅，牌匾不能马虎。这没问题的，你尽管去忙就行，其他的交给我来负责，保证在你开业之前把店里弄得漂漂亮亮的。谢谢黄老，那就这么定了。现在这些东西加起来撑一个店勉勉强强，还是有点不太够。接下来还要捡漏，还有田鹏那边，他那些好东西随便拿一样就可以当镇店之宝了，不如去找他试试。周阳，你可是大忙人啊，我都几天没看到你了。上次酒会就没见着你的影，打电话你也在忙，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了？抱歉田叔，这段时间忙回老家，又去了趟京城，耽误了不少时间。你去京城难道是去参加鬼市了？我靠，你小子不够意思啊！你去京城怎么不喊上我？我一直想去那边转转呢。田叔，我是突然被我师姐拉过去的，我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样啊，那下次可一定要带我去啊！说好了，不许反悔。对了，你来找我什么事儿？你这个人无事不登三宝亭，我太了解你了。田叔，我想开个古玩店，店面盘的里秃子的基本都已经弄好了，就是差点好货撑场面，所以就想到您的收藏了，来找你买几件。原来是这事儿，你随便挑，这钱不钱的就别提了。毕竟上次你帮我的忙，我还没感谢你呢。你要什么尽管拿。田叔，我怎么能白拿你的东西？都是你辛辛苦苦收藏的。这样，东西等我改天来，先拿走，冲下面和数量。不过这卖出来的钱，我一分都不要，全都归你。您要是还拒绝，就当我今天没来过。好，就按你说的办。到时候你看上什么了，直接拿走，不用跟我商量。那我到时候可不客气了。你跟我客气什么？说不定到时候咱俩还能成为亲戚呢。田叔，你看出来了，我对蓝烟确实有好感。嗨，你们小年轻那点心思，怎么可能瞒得过我？放心，到时候蓝烟父母那边我去劝，我很看好你。谢谢田叔。行了，别跟叔客气了，你还要忙吧？去吧，改天我去你店里看看，到时候可别让我失望啊。蓝烟，你买这么大个保险柜干什么？这也太大了吧，多占地方啊！你傻呀！你现在宝贝那么多，当然要保险柜了，而且越大越好。小的保险柜一个人就能搬走，大的就不一样了，小偷拿它没办法。另外，你那些古玩字画要存放空间够大才行。也对，古玩字画确实不能挤压碰撞，还是你想的周到。那当然，你以为我这个助理是白当的？不然你给我开工资岂不是亏了？喂，妈，怎么了？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杨子，你表妹要来金陵玩，顺便打暑假工，你招待一下。明天记得去车站接她啊。知道了。她来住多久？住多久你都得招待，都是亲戚，你别给人家脸色看啊。好了，挂了啊。怎么了？我表妹，舅舅的女儿，她听说我现在混得不错，非要来这边玩，还说要在这儿打暑假工，麻烦得很。但表面上还要应付过去，毕竟是亲戚。没关系，你别墅房间多，让她来吧，我招待她。小女孩嘛，还是很好搞定的。你放心去忙你的事情，你表妹交给我。幸好有你在，麻烦你了。明天我去接她回来，她有不懂事的地方，你多担待。实在不行，我来收拾她。表哥，这么大别墅是你家？你买的还是租的？买的，你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在2楼。圆圆，这位是我朋友姬兰烟，你叫她兰烟姐就好。兰烟，这是我表妹胡圆圆。圆圆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你好。这丫头怎么这么没礼貌？该让舅舅舅妈好好教育一下。
这么豪华的别墅，表哥，你现在到底做什么生意啊？这么有钱？好了，小孩子没事少打听。圆圆，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工作？我帮你问问。表哥，你这么有本事，不如我给你做秘书吧，工资我也不多要，包吃包住，再给我配辆车，2万块钱1个月就可以了。1个月2万块，他还真敢想啊，做梦呢。圆圆，我也就是凭本事赚一点小钱，怎么可能开得起2万的工资？这样吧，你的工作我帮你找，一定能帮你找到合适的。对，我跟你表哥肯定给你安排好工作，你放心。对了，你现在是什么学历？什么专业的？蓝颜姐，学历和专业重要吗？有能力不就好了？我虽然学历一般，但我有能力啊。主要是小地方就那样，没有好的就业单位，所以我就来到这里了。我肯定要找一个世界500强的单位，一般公司我才不去呢。本身和舅舅家关系就一般，如果不是我赚钱了，表妹连正眼都不会瞧我一眼，随便敷衍一下吧。我和蓝颜的事儿还没成，别让她给我搅和了。这样，我帮你去问问有没有合适的。表哥，工作我不急的，我现在就期待看看你的大别墅。我长这么大还没住过别墅呢，今天可算开眼了。周阳，你这表妹可不让人省心啊。我妈真是给我找了好大一个麻烦，今天还要去给江雪茹买原石，不能再拖了。现在圆圆有这样，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周阳，没事的，让她折腾几天也没啥大不了的，你安心做你的事儿，我在家看着她就行。辛苦你了。等忙完这一阵，我请你吃大餐。行，我等着，你快去忙吧。这摊上的质量都不行。帝王绿，这么久了，终于又看见帝王绿了。老板，这块石头我要了。那块20万，要就拿走。这里的货都还不错，虽然赶不上那块帝王绿，但这4块卖给江雪茹，品质也足够了。老板，算上这4块，一共5块。我买这么多，你给我便宜点呗，以后我再常来照顾你生意。行行，一共80万，你拿走，这可是良心价了，换别人没有90万拿不下来。钱过去了，您查收一下。要切吗？我这儿有解石机，免费给你切。不用，我直接拿走。谢谢老板，下次还来找你。好。那块帝王绿就送给蓝颜当表白礼物吧，至于剩下的，现在就拿去卖给江雪茹，顺便问问能不能给胡媛媛安排个工作。江总，这几块你看看怎么样？这几块品质都很不错，都达到了我们公司的采购标准。这是你刚解的？刚买回来就送到你这儿来了。原石街跑了一下午，就这几块好货。这4块我一共可以给你3000万，你看怎么样？按照上次说的方案，3000万确实给的公道。江总，这4块翡翠我只收你2900万，从公司的账打款3000万给我，我再返给你个人100万，如何？无利不起早，怎么突然要让利给我？说吧，你是不是还有事要我帮忙？江总聪明，我想麻烦你件事，关于我表妹胡媛媛。表妹，该不会是那种情妹子吧？周阳，你可别告诉我你是那种在外面沾花惹草的人啊！你想哪里去了？真的是表妹，有血缘关系的那种。看我有钱了就来找我，嚷嚷着让我给她找工作，说什么要给我当秘书，月薪2万，我哪儿对付得来啊？我明白了，可你都愿意让我100万了，为什么不给他点钱把他打发走呢？这样不是更省事？江总，你想的太简单了。我要是直接给他钱，他就会觉得我欠他的，给他钱是理所应当，会无休止的要下去。我的钱可经不起这样折腾。那你这算不算是害我呀？万一我把这个烫手山芋接过来，自己惹了一堆麻烦，怎么办？江总，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合作，可以共赢。再说，凭你能耐，还会害怕这么个小丫头？你随便给她一个闲职就行。我的要求就是别让她来烦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OK， 那就按照你说的合作共赢。一会儿让财务给你打款，让你表妹来公司办手续。我这就联系她。不过
还有件事，你表妹入职后，你需要陪我去一趟瑞丽。距离古玩店开业还有一段时间，去瑞丽往返一趟也来得及，还能多赚点钱。行。哥，我真的能在这种高级公司上班吗？你太牛了！月薪给你1万加社保，你在这里好好干，认真学点东西。放心吧，哥。周先生，我是江总的秘书，胡小姐请跟我来，带你去办手续。走吧，去瑞丽的机票我已经买好了。没问题。怎么被惊到了？这才刚进门呢，里面恐怕晃了你的眼。确实被惊到了，没想到这里的市场居然这么大，金陵城的和这里比起来，像过家家一样。难怪你要来瑞丽。周阳，你别忘了这次来的目的，我要高品质翡翠，帝王绿。我也没有100%的把握开出帝王绿啊，只能说看运气，毕竟这个东西你知道的，讲究缘分。我尽力。我明白，但这比金陵城市场大了不少，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嘛。走吧，咱们从头到尾慢慢看。这里原石质量确实比金陵城的好了不少，随便一个摊位上都能看到几块有肉的料子，不像金陵那边10块没有8块是砖头料。江总，这块。老板，刷卡。老板，帮忙解石吗？这种低等料子，我们这儿不负责解石，要么自己解，要么带走。自己解的话，机器使用费200。什么叫下等料子？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本地人惹不起。等解出来，别怪我捡了你的漏。那行，200就200，我自己来切。哼，自己去解吧。我以为是什么样的料子呢？就这，没人要的公斤料，切开能出个豆种，都是烧高香了。这种料子送给我，我都不要。难怪店家不愿意帮忙解石，这帮忙都是白帮忙的。这里面有翡翠，我吃。我就没见过这种皮壳能出绿的。等一下，你们看，出绿了！真的出绿了！早知道我就买这块了，这成色大涨啊！2万的料子直接涨到几百万。小兄弟，这块绿翡你出售不？我给300万。什么300万？我给380万。诸位，不好意思，我们是六福珠宝公司的，所以这块翡翠我们自己内部消化了，不对外出售。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合作。唉，可惜了，这么好的料子，看一眼就没了。周阳，按照市场价，这块我给你550万，怎么样？很公道吧？成交，我再继续看看，说不定还能找到几块好料子。各位，刚刚你们也看到了，我这原石690可是有高档翡翠的，一下子就切涨了，而且这价格又便宜。大家可要把握住机会啊！这老板脑子转得挺快，利用我切出来的翡翠当活广告拉客呢。我偏不让他如意，怎么就一块好料子？还是去别家看看吧。没了，那我也不看了。一块好的被挑走，剩下的都是渣渣。对，去下一家吧，好货说不定在前面。前面怎么了？怎么突然放鞭炮？周阳，我们也过去看看吧，那边有人赌涨了。什么意思？你怎么知道的？赌石界有个规矩，但凡出现到大涨的，店老板都会放一块鞭炮，这是恭喜买家的意思，并且给自己店做宣传引流。原来是这样。齐老板，恭喜恭喜啊！这一刀下去，少说也涨了几百万吧？今天这已经是第2块大涨的石头了吧？齐老板，您这运气也太好了。咱们这些人逛一天都碰不上一块像样的，您倒好，一天切出2块，运气好，承让。确实不错，而且这家店看起来也比刚刚的铺子正规，料子质量也高，来对地方了。周阳，别忘了帝王绿，要不在这家店看看？这帝王绿又不是大白菜，哪有那么容易找得到？放心吧，有的话绝对逃不过我的法眼。就这块吧。等等，让我先来。哪来的纨绔少爷带着美女装逼来了？拿这块破翡翠显摆什么？我凭什么让你？
先来后到，懂不懂？到后面排队去。小子，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京城的，敢让我排队？你是谁关我屁事？你想先来也可以，100万插队费，否则就老实站后面去，别在我面前装逼。好小子，100万是吧？我出。现在的有钱人都这么豪横吗？100万插队费说给就给，有钱不赚王八蛋，他敢给我就敢收。行，转账吧。对了，别给我来什么延迟收款之类的，我可不吃这一套。你要是没钱，就别耽误我解释。为了块石头，给100万？有钱人的世界咱不懂。你有种，区100万而已，我还不在乎。我就怕你小子有命挣没命花。这人自报家门是京城的，又不是本地人，我怕个屁！早就用神眼看过了，不是什么好货色，也就这个傻子当个宝贝。小子，别用你的脏手乱摸，我这块石头可是价值300万的。切，价值高就一定赌涨吗？依我看，你这块料子里面的翡翠绝对不如我的值钱。要不我们赌一把？赌就赌，我们就赌1000万，你敢不敢？一开口就是1000万，比那个什么于方龙大气多了，这才叫有钱人，我喜欢。当然没问题，但万一你不认账怎么办？居然还敢质疑史少，不知死活！史少是什么人，会赖你这1000万？真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我堂堂屎壳郎会赖账？别说1000万，就是1个亿，对我来说也就跟玩似的。那行，你解释吧。给我好好的解，赌整了我给你10万块钱赏钱，听到没有？我倒要看看他看到翡翠的时候会是什么表情。怎么会这样？可惜了，颜色虽好，但全是裂纹，不值什么钱。是啊，做不出手镯和牌子，最多磨几个蛋面，顶天了也就几万块。史少，这就是你价值300万的翡翠，您这眼光还真是独到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会这样？1000万输了就输了，但是这小子居然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丢面子，简直是奇耻大辱！我史克郎从小到大何时受过这种委屈？史少爷，现在是不是该我了？哼，我倒要看看你这块破石头能开出来什么好东西。你切吧，我等着。我还没输，要是他这块比我还垃圾，我就还没输。师傅，麻烦你了。哈哈，你这还不如我呢，就是块破石头，笑死人了。小伙子，你这块看起来是垮了，切到这儿了，再往里估计也差不多。这还真是刺激啊！不到最后都不知道谁才是赢家。是啊，先前我还以为那位少爷要输了呢。周阳，你放心，还没切完呢。师傅，你按照我画的线切。还装呢？别以为装模作样划条线就能开出来好东西了，赶紧认输得了，别是输不起吧？我靠，居然是红翡！我去，红翡还是冰红，这颜色，这水头也太正了吧！这料子才2万吧？我的天，这么漂亮的红翡又是大涨！该死，怎么会？史少，看起来你输了，那1000万怎么支付？哼，区1000万而已，我还不放在眼里。不过我要跟你再赌一局。这屎壳郎怎么跟于金龙一个等级？输了就要再赌，再赌再输，没完没了。算了，他想送钱，我没理由不接。跟我赌没问题，但今天时候不早了，你要真想跟我赌，明天上午这里见，我等你。行，明天我要连本带利的赢回来，你给我等着！小兄弟，我叫齐德胜，你这块冰红出不出啊？价格好商量。齐老板，我叫周阳，很抱歉，这块冰红我不对外出售的，我和六福珠宝的江总有合作，石头直接出给他，不好意思了。原来江总也在，刚刚光顾着看石头了，没注意到您，实在不好意思。时间也不早了，不如我请2位吃个饭，前面有家特色菜馆，味道很不错。那就麻烦齐老板了。周阳兄弟，你今天得罪了那个屎壳郎，有点不明智啊。我知道你不在乎他这个人，但是他家来头不小，你小心惹祸上身。齐总，其实有些事情是躲不开的。那个屎壳郎嚣张跋扈，我忍一次，他后面还是会找麻烦。不过我今天确实鲁莽了。他家很有背景吗？他是京城史家的小儿子，史家是珠宝行业的头部，史家的产业也分布全国各地，种类宽泛，所以他才会那么嚣张跋扈。我明白了，谢谢齐总提醒，我以后会注意的。不说这个了，江总，
我能否跟你商量一件事情？齐总是想让周阳帮你赌石吧？可以，毕竟太多了，我这边也吃不下。不过有一点我得说在前头，如果解出了帝王绿，你可不能跟我抢。当然没问题，毕竟你们两个是先合作的，我能分一杯羹也算是运气了。周阳兄弟，你同意吗？有齐得手的加入也好，毕竟我解的石会越来越多，江雪茹那边采购量有限，不可能把我所有料子都吃下，多一个买家，多一条销路，还能多交个朋友，不亏。当然没问题，齐总，合作愉快。您跟江总一样，给我市场价的90%就行。哈哈哈，那就这么定了。来，我敬各位一杯，预祝咱们合作愉快，明天接着赌石，接着大涨。周阳、江总，你们到的挺早啊。齐总，你来的也不晚啊。我和钱总红光满面，今天必要发大财。周阳兄弟真会说话，不过就算我发大财，那也是托了兄弟你的福。走，带你们开开眼界。昨天赚了2000多万，今天要抓点紧了，不能再费时去捡漏了。去看看高火赚把大了。就这块。小子，终于让我逮到你了，原来你躲在这儿。石克郎，你没看我忙着吗？哼，我是来跟你对赌的，难道你今天不敢应战了？你真要跟我赌？废话，本少爷有的是钱，我这一次是带着10个亿来的，我就不信赢不了你。10个亿？本来听了齐德胜的话，不想和他计较，结果这人非要撞上我，那么不坑他几个亿都对不起自己来这一趟。行，既然如此，小打小闹的我可不兴趣了。1个亿，你敢不敢赌？三少爷，跟他赌，难道你还信不过我？1个亿就1个亿，我旁边这位可是我家公司最顶尖的赌石大师回大师，还会怕你不成？不过怎么赌得听我的。那你先说说怎么个赌法，如果可以就立字据。我们每人挑选1块原石，咱们不赌大小，也不赌价格的高低，咱们就赌成色的贵贱，你敢不敢赌？周阳，这样赌风险太大了，一般都是赌价值，他只跟你赌成色，万一他开出1小块帝王绿，你开出2000万的紫罗兰，就算他的价值没你高，也算他赢啊。江雪茹说的没错，这要是换成别人还真不敢对赌，但是我是神，神眼在手，难道还害怕一只屎壳郎？好，我跟你赌。爽快！现在我们各自去挑选石头。我就不用了，在你来之前我就挑好了。小子，你是不是穷的没钱了？这种石头你也要？别说我没给你机会，你还可以再去换一块。不劳史少爷费心了，这整个店里都找不到比我手里这块还好的石头了。周阳，你这么自信，难道是？大言不惭！我从业30年，一看就知道你这石头不是什么好货。三少爷，我挑好了，解石吧，我要让这小子输得心服口服。绿了，果然绿了！我的天啊，回大师不愧是赌石专家！看这颜色，正阳绿还是冰种？哈哈，冰种正阳绿，我赢定了！你等着给钱吧。这老头确实有点实力，不过他今天遇上了我，正阳绿而已，怎么就赢定了？小子，这是仅次于帝王绿的正阳绿，除非你解除帝王绿，否则拿什么赢我们？我手里的就是帝王绿。帝王绿，你小子失心疯了吧？你当帝王绿是烂白菜，你随手一拿就是帝王绿。是啊，这小子未免也太自信了点，回大师都不敢说能开出帝王绿吧？我看是不想赔钱，装疯呢。这小子死鸭子嘴硬的，回大师都开出冰种正阳绿了。你手里这块要真是帝王绿，我再给你1个亿。好，史少爷，这可是你说的，这么多人都看着呢。如果我这块是帝王绿，你就要给我2个亿。对，我说的，你快解吧，别在这里发疯了，我倒要看看你待会儿怎么哭。哭的是谁还不一定。师傅，小心点切，先磨掉一层，开个窗。别演了，真当自己能开出帝王绿呢？师傅，要我说的，你直接一刀切成2半得了，反正不值钱，是不是啊？是啊，真不知道在装什么。等等，这个颜色好像真的是帝王绿。这个颜色确实是帝王绿。小伙子，别往下切了，开个价，我买了。对啊，再切下去风险太大了，我8000万买了。怎么可能？居然真的是帝王绿！三少爷还没完，这么大块料子，万一再往下变种了呢？对，继续切，小子，你敢吗？就算你不说，我也会继续的。师傅，麻烦你了。小子，你要懂见好就收啊。是啊，赌石，每一刀都在赌啊。解完了，没变种。满色帝王绿，浓正阳云，无裂无绵，极品中的极品。我的天，这要上亿了吧？我看还能再高点儿。
完了。周阳，你这块帝王绿，我们6幅珠宝1.5个亿收了。江总，这本来就是特意给你挑的石头，只不过刚好有不长眼的非要来和我赌，那我只好降维打击下了。你，石少爷，打钱吧，区区2个亿而已，你不会拿不出来吧？哦，我忘了，史少爷可带了10个亿过来呢，要不要再赌一把？赌注就是剩下的8个亿。2个亿，我转你就是。我还有事儿，下次再赌。周阳，没想到你真的给我开出帝王绿了，钱款我立刻让财务打给你。周阳兄弟太厉害了，居然真的赌出帝王绿。要知道这整个市场可能都没几块啊！碰巧罢了，齐总，我带的资金还没花完，咱们再去买一些，您看看。走走，咱们一起。周阳兄弟真的太有实力了，一下午的料子几乎全在赌场，我和江总2个人加起来都快吃不下了。齐总过奖了，也有瑞丽原石质量好的原因，此次的资金也都花完了，我们也该回金陵了。下次有机会再合作。好，下次来瑞丽记得联系我。解出来的石头都卖给了江雪茹和齐总，加上史渠科隆给我送的2个亿和之前捡漏的股，我身价少说也有15亿。蓝烟，我回来了。周老板，恭喜恭喜啊！黄老，您就别取笑我了，不过这是我的第一个产业，你这恭喜我收了。周阳，恭喜开业大吉！以后要叫你周老板了，恭喜啊！就做点小生意，那还是比不劫江总的。周阳，不错。恭喜你，师弟，恭喜！恭喜小师弟！谢谢各位。于金龙，你怎么来了？先说好，今天我可不跟你打赌。谁要跟你打赌了？那你来干嘛？还带了花篮，难不成是来恭喜我的？对，我爸听说了你在瑞丽的事情，要我跟你打好关系。行，看在你以前给我送那么多钱的份上，我原谅你了。周阳，你别以为我不讨厌你了。彼此。各位，谢谢大家。今天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且值得纪念的日子，我的古玩店正式开业了。在这里，我周阳首先要向每一位莅临现场的朋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感谢黄老和思雨，没有你们2位，说句实话，我这家古玩店没那么快开张。也感谢师傅、师哥、师姐、田叔的大力支持。最后，我要感谢一个特别的人，这都是他默默陪着我、支持我、给我出主意，他就是季兰烟。蓝烟，我喜欢你，这是给你的。周阳，你这是向我表白吗？我家里情况你也知道，你有信心和能力去斡旋吗？你别点头，我要你直接告诉我。蓝烟，现在的我已经有了足够的底气，帮你对抗家族，请相信我，有我在，谁都不能伤害你。做我女朋友吧，蓝烟。我答应你。